台湾人根本没有了解什么是经济起飞，但民进党一直以为是因为台湾维持独立性而产生的。事实上是因为蒋经国先建设好台湾的基地，勇敢激进，之后才会挪开民进党军事，然后政治表态、两岸表态、两岸交流、两岸繁荣、两岸和平、两岸未来。台湾人低估了大陆地的变化，不能再高高在上的去看待自己的地位。现在我们已经不接受又回到马英九时代，一定要往前迈一步，具体的谈统一的路径。所以我做这个两岸交流，更多的走到深水区去。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本质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完全失去他们过去几年的战略优势，因为他们有两个神主牌嘛，一个是反核，另外一个是抗中保台。台独的一体两面叫抗中保台嘛，台独、抗中保台、抗共保台、反共、反华、反中，全部都是同一体两面，这是同块牌子的两种做法。2014年太阳花之后，这块牌子越来越好用，高峰是在2020年的蔡英文的817啊，817万票，但是呢，2025年这次反罢免是第一次强打抗中保台，结果输到脱裤子，所以这相当于是11年之后民进党一个彻底的大败，这是这个格局上的转换，而这个转换使得民进党它只能采取两种策略，第一个更加的内部内缩，所以他们更加的去宠青鸟。你说这是他第一次打抗中保台输掉，那么其实换句话说，其实这不是他的转折点，这只是结果。那你觉得哪个时间点的开始，台湾民众发现抗中保台不灵了？其实2024年民进党就选得非常痛，2024民进党代现的是三种少数，他党内整合也不好，英系是党内最大派不了。从这一次徐国勇的回国，你就可以知道英系事实上实力还是那。另外一个就是执政少数，他只有500多万票，基本只拿了40.05%。24年之后，民进党竟然拿了一样的东西。第三个就是说他在国会彻底少，因为国会多席次的话，就容易现出本相。你可以靠宪法的架构强行护航你，在一个总统选举里面以少数领先的方式来获得。所以其实很多大陆朋友他看的是结果，他没有看过程。我们只是对政治评论而已，本质是民间人士，或者更精确的说，我们本质是台商嘛，只是没做大陆生意而已。现在开始觉得这个两岸要有一个基础，就是我昨天跟杨生论述的那一套，是我觉得目前台湾同胞会去接受，就是说你要有两岸，你一定第一个政治表态，因为你要先确认你不危害两岸关系嘛，不然太多绿色台商受不了。政治表态完之后才会对两岸表态、两岸交流、两岸繁荣、两岸和平、两岸未来。维持现状其实就是一种反台独，对民进党来讲，现在压力就在这里，所以他拼命的把维持现状拉成台独，所以赖清德才会开讲说，哎，除了统促党之外都是台独。那事实上根本不是，现在的问题是14亿老百姓愿不愿意给台湾人机会，台湾人不能再高高在上的去看待自己的地位，再拿所谓的维持现状当成一个托，然后告诉大陆，大陆是不会接受了。那不行，那不行。现在我们已经不接受说什么又回到马英九时代那种和平相处，我们就会往前迈一步了。对，就是说这个开始具体的谈统一的路径，统一的这个结果是不能谈的，路径就是怎么实现，按几步走。这个一旦谈下来，你们那边如果一旦出现翻烧饼，我们这边应该就会对应的方式。这个就是台湾人低估了就是大陆这边民意的变化，而且不了解。所以我们做这个两岸交流，为什么我现在更多的走到深水区？很多人以为新一代的台湾人馆长其实已经是在经济起飞红利之后出生的一代，6年级有享受到经济起飞的尾韵，但不多。7年级完全是依照父母的余，他们一直以为这样的成果是因为台湾维持独立性而产生的。那恰恰相反，事实上是因为蒋经国先建设好台湾的基地，然后勇敢西进。其实蒋经国晚年他是想西进的嘛，所以他才开放老兵探亲嘛。你军事人员可以去对岸探亲，代表两边放下武装斗争。他是在并没有任何条约，例如停火条约、无和平条约，甚至连个停战期什么都没有。但是在一个92共识这也说不清楚的东西之下，他竟然可以放下很多，甚至在老兵探亲根本连9个共识都还没有，他可以做到，这叫中华民族的智慧。2万同胞的一个智慧的创造了很多的一个不可能，而这些老兵探亲后来成为台商的先锋嘛。那谁只有去了才有台湾人嘛？我其实觉得是有很多人，就是包括台湾人，甚至有很多大陆人会对于蒋经国会有一定的正面评价。但是我通过看一些资料或者这些东西，我其实坦白讲，蒋经国也有他阴的一面。我说他阴的一面是什么？我说直白一点，就是他用所谓的现在台湾的名字叫做台湾民主化，就是所谓的开放、党禁、报禁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论述方式，然后让岛内的人得到了一套美式的就是自由主义叙事、主义叙事的那套逻辑过来，他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神主牌，相对比较严管的时候，对吧？他起来的10大建设什么的，台湾的整体经济腾飞的时间是在小蒋的，就是相对比较严管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就像一个植物，它能怎么施肥、怎么浇花，是靠他说的算全的。但是小蒋在这个花或者这个树还没有完全长成枝繁叶茂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房子拆掉，然后他就让外面的风开始吹它，所以说就会发生这个植物左右两边倒。岛内的所谓的执政力量是没有办法拥有一个，比如说民众放心的拥护，就因为那个房子一拆开，大家发现导致于大陆和台湾进行谈
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经常会发生大陆往这边靠的时候，台湾哗往这边走。哎，对对，就是说我们把两岸关系放在中美关系史里面来看，其实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是成这个正相关的。中美蜜月期，那两岸关系就会高速发展。你像刚才蒋经国他敢采取这些动作，他也不是说他就是很独立行媒体的。小蒋肯定是相较于现在后来的历代台湾地方领导人要更加独立一些，更有中华民族意识一些。我们再重新找一个新的共识出来，然后走和平的那个解决方案，还有没有这个时间给我？这个时间不单是你们那边需要考虑，我们这边也要考虑。如果我们这边的判断是未来有一个确定的窗口期，我们是确定我们和外部干预力量的这个力量差距是最小的，甚至我们在局部会有优势。那如果我们不果断解决，这个窗口一过，有可能最黄金的解决时间又拉开了，然后呢，那么可能我们追悔莫及，而且未来的解决成本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是这样认知的话，那就不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认知是我们的发展很有韧劲，我们只要发展，只要坚持和平发展，我们一定能超过，一定能碾掉外部干预力量的差距，一定最后是弥补，而且会超越它，那就不急。这个里面有一个变数，这个变数是什么？是我先超过他，再来解决你，还是我加上你才能超过他？但是如果说我的所谓的伟大复兴，或者是我的解决当下的问题是要先把你解决，我才能超过他。对，因为我把你解决，永远超不过他。对，因为对方会拿你来变我呀，就是相当于是你的这个东西我抓住，你怎么办？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为了什么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跟人民万岁，就是这个馆长所说的人民价值。大家都想过好日子嘛？凭什么他妈美国劳工那么懒？台积电去美国3个金而已，那个台湾台积电是什么企业？神奇企业啊！我的天啊！台湾人的小九九肯定是希望大陆是朝着先把美国压下去，让我们台湾的民有空间。我先直白讲，我就破局讲，不要说台湾人都常坏心思。我讲直白的，多数台湾人是直。他当然希望别人先动我嘛，你要动你就动大的嘛。而且现在美国对我们那么坏，台湾现在对美国人的信任率已经跌到剩下1成的人相信美国对台湾是好。那所以这是一个过程。那美国只会对台湾越来越坏，因为川普绝对不是第一个，川普绝对不是唯一一个，他绝对是第一个而已。因为这个必然，民粹是个摆荡，他一定往那边去，全球都在往那边去拿。什么荷兰都可以出川普，荷兰那么理性的国家，对不对？荷兰是可以把性都变产业，很理性的一个在看待任何需求的开放的一个国家，对，它都可以出现荷兰川普。所以老实讲，这个东西呢，从我们台湾人的一个逻辑，我先讲，就是说我打破窗，我讲到最直白，就台湾的小九九一定想说，那你先跟美国 PK 我们从你无所谓，好，这是一种想法，但这种想法很多大陆人就会解释你是投机分子，不能接受你这个心态。所以台湾人应该要充分了解这件事情之后，那要重新调整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没有办法做大的政治格局调整之前，因为我们做任何大的政治格局调整，就像李在明、共同民主党他们从来就不那么亲美，他们是比较反日，但是为什么要去先找日本，然后再找美国呢？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些政治框架跟格局，他们不舒服嘛，给他点时间嘛。你看这一次93阅兵，但是他让议长来，原子来，议长在韩国是大的，非常非常大，你看他国会的力量呢。所以代表什么？他有决心嘛？对，那他需要一点时间跟空间。所以看他应该怎么去应付川普。逻辑在找到这里的时候，对台湾来讲，我们可能在政治方面的表态还是非常保守跟含蓄。因为对比韩国，台湾的状况更切身不明。台湾虽然没有美国的直接驻军，可是台湾因为跟韩国的整个的政权的状况又不一样，所以他有更多忌惮的地方。就台湾的政客没人敢公开反美，或者就算反美，他也是局部就事务上反美。比如说，怎么可以不标示莱猪呢？那台湾人可以做些什么？这就是民间力量。所以为什么馆长崛起千堆雪，他爆发了一波嘛？量变产生质变，这是我的观念。从我们读历史来讲，我们不能忽视量变。你不能是填几个例子，然后就说长得一样，你这就是永远历史类比错误。那真正记不起历史教训的人就是这种，他是量变是很强的。台湾今天哪一个厂商他家没有大陆的东西？不管是生产的器械，或者是零件，或者各种方方面面，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挪开民进党这个石头。确实，台湾很难马上同意，是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就回到王骁的论述的主线上面，就是美国问题还是横亘在两岸问题当中一个挪不开的一个障碍。等于这个问题提给了我们，到底是先解决掉美国，就是在收回台湾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解决掉美国问题？这个解决掉美国问题，它不一定是对美决战了哈，它就是和平竞争也好，干嘛也好，就是在不收台湾的情况下能不能解决？民进党被馆长干趴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很简单一个逻辑嘛，台湾人就是需要一股冲劲嘛。但是为什么郑丽文去形容说馆长是个台商精神，就冲嘛？